很多人以为潮流离得很远，但其实走在街头，穿梭大街小巷，走访店铺，你就能感受到潮流就在身边。我们是 Area 02，邀请你和杨艾伦一起走进我们的台湾潮流故事。小齐哥其实做过媒体，然后一直到零售，就到店铺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品牌。过程当中，因为你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产业，那你觉得他们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同一条路上在做前进，可是当你在做不同的工作的面向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容易产生出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产业。那对我来说，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对我现在来说，我们是比较专心在做品牌，以及在做店铺的零售这件事情上面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的帮助是很大，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可以透过过往的一些媒体的经验，我可以去解读说，那什么东西可能是这个市场上媒体想要的，消费者想要的。那你做零售，其实你会很直接第一线去感受到消费者他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，他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回馈跟进步。那做品牌有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任性一点，是说，那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？那我觉得有这些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历练，或是这个进程，对我来说，它到最后，现在我们去看待同一个产品，或是同一个季度的 question 的时候，我们会比较有一个余裕的空间去做一个合理的分配。回归到小齐哥本身，你自己对于球鞋这件事情，或者说对服装文化，或者对于美的东西，你自己发现你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让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你向往、你喜欢的？因为我们年龄现在比起大家算稍长了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对，可是因为我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，对，因为国中的时候其实我还不太知道那是什么，可是我看到我的同学穿 Jordan， 然后觉得说哇，怎么会有人的球鞋长得这么奇怪？然后我们穿的都是那种很制式的那种白色的球鞋，因为学校的需求是规定。对，可是后来因为我那朋友他是个转学生，他一进来他们就穿着一个交叉鞋带，长带的8代的，然后是白色的，那时候觉得说哇，就是这件事情激发了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。然后后来升上高中之后，然后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篮球的文化，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开始就是学生都喜欢打球嘛，然后对于这个东西你就开始会萌芽，然后跟着我们朋友，那时候我是念复兴高中，公立的复兴高中，所以我们都会坐公车，然后一路都到士林，然后士林就是会在球鞋街那边，那个时候开始有上志，然后有什么大台北，后面才有摩曼顿嘛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会一直疯狂的去看鞋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长大的。了解。那我比较好奇是这些所有的你拥有过的球鞋，或者是你没有拥有过你看过的球鞋，你自己觉得你最想要哪一双，或者是你已经拥有的哪一双？最想要拥有哪一双哦？我觉得曾经我到现在一直都很希望有一双鞋能够复刻。哪一双 ？Heaven。Run Heaven。对，因为那个当年它出来的时候一样嘛，就是它的造型感非常特别，而且它那时候它还有跟公牛garçon合作。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消费者来说，就是你只能在杂志上面看到，你很难真的拥有它的一个鞋款。那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期待它能复刻，那其实只有在几年前吧，就是经由 Club 出一个，但是它其实也是换底 hybrid 的，对，它是一个比较变种的一个设计，它还是不是它原汁的那个。对，可是虽然说当时我那时候在想说，哇，就是陈冠希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之后，我一直心里想说，那会不会这几年有机会迎来就纯 OG？ 对，但是目前还没等到。但是那双鞋是真的是当时是有一点很想要收的一个人。就回忆这些鞋款里面，你最想要 Run Heaven？ 那你拥有过 Run Heaven 吗？这双鞋子没有啊，就是始终都没有，因为它就后来就在，尤其是这几年，就是当我们开始比较有能力去收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它始终都没有。Wisdom 也好，或是 YRA 也好，定调在 Urban Outdoor 跟 Outdoor 这件事情上面，是什么原因？其实最早一开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
因为很多人对于 Urban Outdoor 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概念，到现在很多人还会以为说，那你们是不是一间专卖 Outdoor 的店？但事实上，我们是更想要去传达的理念是，这些 Outdoor 的这些 Gear， 他们是可以能够去指引到大家在日常一般，在城市之中或是在旅游之中的一些对应性。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文化带到这个城市的时装当中。所以，我们其实在做的 Urban Outdoor， 它其实偏 Urban 更多。那小齐哥，你觉得念服装设计或者念设计这件事情，在这一路过程当中，在人生之中，你觉得它占据你多少的比例？就是这个重要的成分？我觉得算蛮大的，因为我们后来在做自己品牌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曾经的这个养分跟这个经历，跟认识到的一些人，或是你对于设计的手法，或是对于设计的这个转换这些事情上面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对，因为像我们早期在做品牌的时候，它是用一个比较，那时候我们也比较草创，所以做的东西的手法其实是比较粗糙一些。那可是后来，做了大概1年多之后，我其实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回想，其实当年我们在学服装设计的时候，那个过程是怎么样，或者说我们今天，从一个对于一个有灵感的东西，一个主题，我们怎么样去透过很多很抽丝剥茧的东西，你去把它整理成资料，最后再把它慢慢的聚焦，把它精粹出来一个很明确的东西。我们当初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我在学生时期我是怎么做的？那后来我再去很仔细去回想这一块的时候，它后来对于我们现在的服装的品牌跟设计的方向上面来说，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形随机能而生这件事情啊，在 White Rock 也好，或者是在Wisdom 的观点里面，你觉得这个比例是多高？就是会因为这个格言或者这句话去影响到你的设计，或者是对于机能性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会，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它就是一个我们的核心价值。不管今天它是体现在 Wisdom 品牌上面，或是在 White Rock 的选物上面，其实我们都是蛮 focus 在这个核心价值上面在走。因为如果我今天掌握了一个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个信念，那基本上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不会走偏，我可能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尝试，我可以有一些跳跃的思考，可是这个跳跃思考它不能背离这个主轴，那对我们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一个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子。那对你自己来说，装饰性跟机能性，你觉得两个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吗？还是你觉得是需要去抓到一个平衡的比例？对我来说，它是可以并存的。应该是说，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并存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得到那个平衡。那这个平衡也是常常我们在讲，例如说，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口袋吗？很多人都会对于这个，可能一些或者说看到很多口袋，它就直接等于这就是什么工装，或者对于什么东西就是直接等于。可是，在Wisdom的设计里面，其实它对我来说，它都是融合的。它把我整个人生对于很多阶段，不管以前我们可能是玩的比较古着一点，或是有一段时间是滑板，然后再来到山系，再来到锂元素，到后来到台湾街头品牌，整个兴盛在这段过程当中，其实对我来说都有很好的一些萃取的一些养分，然后我再融合起来，到我们现在在做衣服的时候，其实对我来说的每一个都是有必要性的存在。可能啦，我认为这几年其实整个球鞋也好，或者服装市场的导向一直往 vintage 这件事情去发展。对，那你自己对于这样子的转化，或者是这样子的趋势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就 vintage 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个有的时候你就是在这条路上面，它就是会一直循环嘛。那曾经可能我们也有迎来其中一个古着的盛世，那我觉得他现在再走到可能是更新潮的东西，到现在可能又有点返璞归真，回去再去定义一些旧的东西。那旧的东西怎么跟新的东西再去把它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更新的东西？那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现在会一直转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还是很喜欢看到这些东西的诞生，不管我自己穿或不穿，但是我都喜欢去
看到这样的东西。对，了解。那我再问一个，球鞋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？就对你自己来说，它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个真的是很日常的存在。对，因为我甚至生活的一部分。对，我甚至要说，有的时候我可能是一天的穿搭，我可能是先从我今天想要穿这双鞋开始往上去搭。影响你最多的设计师也好，或者品牌？我觉得人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会是 Nigo。对。我觉得他在人生的起落当中，我觉得他总是可以找得到自己对生存的方法，对生存的方法，以及就是他在退的时候，他怎么退得漂亮，然后他再起来的时候，他其实他还是很有，甚至是我觉得他对于一个流行文化的一个的创建，他是用一种很帝国式的方式在做建设的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川久保玲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他在那个年代，他要怎么样去把他的东西打到一个这么精品的一个市场，去打破那个框架。再来他现在，他可以去结合太多的元素，去创建整个帝国，也是帝国，也是帝国式的。可是他不会只用单一的手法。如果要你问其他的受访者，或者是从业，就是在这个台湾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的人，对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问这个产业的人一个问题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可能有点稀松平常，但其实相对也是有点尖锐的问题。我真的会想问大家说，就是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战友们嘛，战友们，你们现在工作还快乐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会一直去反问我自己的问题，就是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它还是我还有热情去支撑这件事情吗？还是我只是为了赚钱呢？那我想问小齐哥，就是如果要用5个形容词形容 Y-Rock 跟 Whiston， 你要用哪5个形容词？我觉得机能性、轻旅这个概念，以及如何让风格这件事情是被展现的，同时之间它又可以很生活化，以及就是我觉得我们想强调的在地性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大概就是现在 Y-Rock 跟 Whiston 在想要去坚持做的事情。